师的儿子一见钟情，定格10年后高龄产子，被丈夫宠了34年，终于知道啊，何赛飞为什么喜欢劝人结婚生子了，要传宗接代。看到这儿啊，很多人又要开骂了。哎呀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什么传宗接代那套呢？哎，你丈夫家是有皇位要继承吗？怎么说呢啊？这何赛飞说的和大家理解的是有偏差的，因为他口中的传宗接代呢，是传他自己的宗，接他何家的代，他孩子呢都跟他姓，这听起来是不是妥妥的大女主人生？哎 ，no 啊，小时候的何赛飞啊，跟个小苦瓜似的。5岁那年呢，何赛飞父母离异，母亲呢决定带走他的姐姐和妹妹，唯独是把他留给了父亲。那天的场景啊，成了何赛飞一辈子都无法释怀的噩梦。他不明白啊，为什么他的妈妈不要他了呢？他死死的抱着妈妈的大腿，又哭又喊，姥姥呢却上前来，一根一根的把他的手指掰开。哎呀，这听着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啊，父亲呢抱着他立下了誓言，女儿一日不成人，他便一日不再娶。从此呢，父亲成了何赛飞生命里唯一的依靠。但是父兼母职的日子谈何容易啊！在何赛飞的记忆里啊，他的童年里没有花裙子，也没有洋娃娃。6岁呢，他要踩在小板凳上，拿着比他自己还要长的锅铲学着做饭，甚至还要学缝补衣物，上集上去买菜。因为何赛飞的父亲曾是文艺工作者啊，于是呢，在父亲的严格监督之下呢，别的孩子还在玩泥巴的年纪，这个何赛飞啊就已经开始苦练各种乐器。后来呢，这个村子里来了个戏班子啊，这何赛飞呢搬着小板凳看的是津津有味。回家之后呢，就模仿给父亲看，正学的是有模有样。那父亲一看啊，女儿是有天赋呀，便鼓励他去报考当地的乐剧团。进入剧团的何赛飞呢，深知这是他唯一的出路，他开始对自己下狠手。每天凌晨4点，天还没亮呢，他就起床了啊，在腿上绑着沙袋练台步，头上顶着水盆走圆场，水洒出来一点，他就得加练10遍。那股子拼命三郎的劲儿啊，练到最后脚趾都变形了。就是凭借着这股子狠劲儿和这个老天爷赏饭吃的嗓子和扮相，没过多久，何赛飞就成了剧团里雷打不动的台柱子。这1982年呢，19岁的他呢，更是被浙江小百花乐剧团选中，登上了更大的舞台。他的表演呀，惊艳了无数的人。20岁呢，他就入选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成了粤剧界最耀眼的那颗新星。这1984年呢，他更是凭借粤剧电影《舞女拜寿》啊，一举拿下了金鸡奖。也正是这次触电，让他爱上了电影表演。他的美不是那种人畜无害的小白花，而是一种带着攻击性、充满了欲望和风情的红玫瑰。这种气质啊，让他成了大导演眼中演绎压抑时代下悲剧女性的最佳人选。在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啊，他是那个曾经得宠，如今呢却只能在阁楼上悠悠的唱着戏曲的三姨太梅山。他用一个眼神就演活了一个女人的嫉妒、不甘与绝望。在李少红的红粉里啊，他是那个沦落风尘却又心比天高的妓女小娥。在陈凯歌的风月里呢，他是那个在压抑中逐渐扭曲的秀姨。在郭宝昌的大宅门里啊，他更是那个将出身窑子却一生呢都在追求名分的杨九红，演绎的是入木三分。这些角色大多命运多舛，性格复杂，充满了悲剧色彩。而何赛飞呢，总能将他们拿捏的恰到好处。但是有一个角色啊，他却一度不敢接，那就是为他捧回金鸡奖影后桂冠的追月里的戚老师。为什么不敢呢？因为这个角色和他太像了。这剧中戚老师的一生呢，同样是被原生家庭的阴影所笼罩，同样有着解不开的亲情执念。何赛飞坦言啊，这个角色呢，让他看到了自己那种深入骨髓的痛感，让他不敢轻易去触碰。但最终呢，他还是接了啊。在拍摄过程中呢，他还是把自己积压了近60年的情绪全部都倾注到了表演里。每场戏都是他在和那个5岁时被无情抛弃的自己正面的碰撞。事业上何赛飞活的是如此用力啊，但是感情上呢，她却幸运的像一个公主。她的丈夫杨楠啊，是她的越剧老师的儿子啊，也是她的初恋。这缘分说起来啊，也是挺奇妙的。当年这个何赛飞啊，去这个老师家里学戏的时候啊，一眼呢就瞅到了这个墙上挂的全家福。他当时啊，那心里就莫名的冒出了一个念头，哎，我好像会嫁进这个家耶。结果呢，第6感真的应验了。后来呢，老师生病，何赛飞前去探望，在医院里呢，第一次见到了老师的儿子杨楠，俩人呢是一见钟情啊。但是这段感情也差点是翻车，因为何赛飞对婚姻呢有着近乎于洁癖的执念，这同样源于啊他父母离异的阴影。他认定了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爱一个人。当杨楠啊坦白自己之前有过女朋友的时候，何赛飞瞬间就倒胃口了。可以在我以前有别的女孩你接触过呢，曾经或者握过别的女人的手，哇，这不可容忍。然后当时就下决心不理了，就拜拜了就。而杨楠呢，也是一个痴情种，他不愿意放弃，直接找到了何赛飞的父亲，当着老丈人的面呢，扑通一声跪下啊，承诺我这辈子一定对何赛飞好，我只爱他一个人。这份诚意最终打动了何赛飞父女。1988年呢，25岁的何赛飞和杨楠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他的老师也成了他的婆婆。婚后呢，杨楠更是将宠妻2字发挥到了极致。何赛飞事业心强啊，想在演艺圈闯出一番天地。杨楠是二话不说呢，主动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大事小情，全力支持妻子的梦想。何赛飞呢，因为童年
年阴影，害怕孩子会分走丈夫的爱，也担心生子会影响事业，于是呢决定丁克，这一丁呢就是10年。10年间，婆婆明里暗里的催生了无数次啊，甚至不惜装病也没能动摇儿媳妇的决心。而杨楠呢始终坚定的站在妻子这边，替她挡住了来自家族的所有的压力。10年之后，儿子出生了，丈夫杨楠决定呢让儿子呢随母姓，姓何啊，取名是何萧峰。如今的何赛飞61岁，依旧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。她有恩爱了34年的丈夫，有出息的儿子，有拿奖拿到手软的影后桂冠。何赛飞啊，虽然说拿了一手堪称是地狱开局的烂牌，但她没有自怨自艾，也没有向命运低头，而是用自己那股子不服输的狠劲儿和那种对艺术的执着，硬生生的将自己从泥潭里活成了一束光。她的故事呢，也像是一则寓言，她告诉我们啊，原生家庭呢，或许能够决定你的起点，但是永远也无法决定你的终点。那些杀不死你的，终将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大。